那我们继续往下看来看这个数位金手学习之教学策略的第3个单元那在我的这个前面的那个大单元的时候，在讲那个learning objective 的时候，就是有讲到情意、认知跟技能。那刚刚在前一个小单元的时候呢，我又讲什么呢？我有特别强调那个2001年新的这个什么新的这个认知向度，有知识向度跟这个认知 processing 或者叫 process 的那个 dimension。那因为在知识跟那个认知这边是很重要。那可是我们最近我在推很多这一个 maker 就是那个创客那包括我们在新的这一个什么新的这一个就深耕计划的时候呢，很强调这个STEAM STEM 或 STEM STEAM 就是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跟那个Mathematics。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它用创客的方式来给学生 involve 进去让他可以动手做，也有可以把那个不管是数学机制啊，或者数学，或者说物理啊、化学啊，甚至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技术啊相关的 programming 呢，都把它融进去。哇，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我最近就是想说，可能要再花点时间来研究这个什么，研究这一个情意、认知、技能，研究技能这一块。那情意有机会我再来写其他的投影片，所以我现在就是说来看看技能领域的这个评量模式这样我们就往下看好，那这个技能的评量模式就是我刚刚在那张投影片的时候，就下面有一个这个很重要的那个参考文献很多的那个教育专家写的课本下个落等那大部分也都是集中在讲那个认知那有关于这个技能的部分呢，文章很少，那书的讲的也不多这样那后来找了半天发现说有这一篇文章他大概是工学院的老师他在教那个应该土木工程的这个相关的课那他把它写成一篇论文出来所以我就找到他以后发现不错所以决定要把它拿出来看因为也可以来让我现在正在推什么，在推我的那一个这个 Maker Education 来落实这个 STEAM 或 STEM 的那一个要求这样那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个认知情意跟技能，因为这个叫 psychomotor 那其实就是你的认知反射出来的那些技能的现象。那我们大家看，不管领域或范畴，我在前面讲过，不管怎么翻译都可以那它的这个知识的 component 就是说知识那个你要把它换成是单元或元素或构建都可以的所以那这里的第一个就是说，以这个例子来看就是说具有设计跟进行实验以及什么分析和解释数据的能力。哇，他竟然会要求这样一个能力指标的相关的具有设计跟进行实验，这比较属于操作型的，就是属于技能，怎么样那以及接下去叫做分析跟解释这些设计跟实验出来的数据所以我常常就那天跟我们的学生在讨论当初吴宝春在学习做面包的时候，他发现做出来的品质不好因为都要凭经验，有没有冬天的那个这个整个面包的花起来的那个状况跟这个春夏秋冬整个都不一样，不行所以后来他就花很多时间去做很多数据，去登记去做很多记录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他变为这个世界冠军的一个能力，有没有所以这个第一件。那第二个，有能力使用土木工程就是我刚刚讲这一篇文章，他讲土木工程实践所需的技术技能跟现代工程的工具他强调在这一段里面，有没有这一段里面怎么去呈现这相关的这一个要求部分出来这样所以他就很明确的要来达到这个技能的要求这样好，那在我们前面的大单元的时候就讲过说Bloom 的这一个情意认知技能的部分的那个整个操作，那他首先当然是对认知提出他的一个看法跟那个认知阶层的那个整个结构，所以在他之后的话接着就很多的教育专家就开始对情意跟那个技能就读更多不同的看法。那在我前面的给你们的那个这个技能我给的大概没有像那么复杂，那后来这一个是我看了这篇文章，他因为选择另外一个学者就在1972年这个 Simpson 的那一个所 propose 出的一个7个阶层这样
那7个阶层其实里面有很多怎么样，很多部分是可以重复的，可以重复的。那当然是小细节，我们今天就先跳过去，今天就先来看一下怎么把它落实到一门课里头去，那它能够把它整个呈现出来。从最下面的知觉，所以它这个知觉是sensor organs，那个 guide motor activity， 就是感觉器官引导运动活动，也是等于说是你的脑袋瓜里面反射出来的。那第二个就是准备采取怎么样？准备采取行动，它用 set 所以在那个它的论文里面就讲这个 readiness to take action， 准备怎么样 readiness 就准备能够这个采取它的这个行动这样。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模仿试验跟这一个就是说我们常讲说 try and error 这样的一个情况在反复的这一个训练，所以第三个这个引导回应。那第四个怎么样呢？第四个就是反应怎样呢？反应成为习惯，带着一定的信心跟熟练程度这个行动。所以第四个就是机制mechanism。那这个当然是这些学者，因为这篇文章我后来看了他这个在survey以后呢，就去找 wiki， 又找那个当初原始的这个 Simpson， 他大概也都是把它先抄进来，把它抄进来，因为这个都已经变成是一个很标准的，在我们教育的那个策略实施的时候有一个一定的一个说法，所以他把它整理进来。那当初看他的时候，因为跟我在上一个大单元准备的那个教材有另外一个学者的针对这个技能的部分呢不一样。那各位有机会去看，大概有很多种，不只是你们现在看到这个第二种，还有第三种、第四种这样所以这个就变成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做法。那第五个就涉及复杂运动模式的这个运动动作的一个熟练表现，哇 ，complex 这个 overt response， 所以这个是而且是 response 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那第六个就是技能发展良好，可以怎么样修改以适应特殊要求，你可以适度的调整。所以到底医生帮我们看病是属于技能呢，还是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医学院毕业以后呢，再加上他的去这个住院医生怎么那些相关的那个training 完了以后，他拿到他那个医生的那个这个 certification 帮我们看病，那他会针对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用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伤脑筋的，非常伤脑筋的一个过程所以那这个技能的部分的训练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好像也是类似这样那最后第七个就是说 origination 就是说创建新的运动模式以适应特定情况或问题那这个就比如说你在跟人家对打的时候那个整个变化没看出来所以这个你要把它换成原作很难换很难换这样就是说等于你可以不断的变化这样所以当然原文的话它有更多的解释我现在把它抽的变得有点很精要非常精要，就是那个原来的作者我再把它精简所以这个当然如果有兴趣就回去看那个1972年这个 Simpson 的这一个完整的一个定义这样那完了以后一样，所以他们就模仿这一个，其实2001年那个也不是他也是人家在1970几年或者后来的学者又在追加，都会有给他的一些动词比如说刚刚讲那个 perception， 它有选择、描述、检测、区分、识别、隔离关联跟选择。那我最近就在想说那个 ChatGPT 出来那 GPT 是一个模型，所以 ChatGPT 就什么意思？它是用 GPT 这一个学习模型上面建出来一个应用软体，叫用来交谈用那个叫 ChatGPT。那这个时候呢，GPT 是可以训练的就是说你只要适当懂它的那个训练的技巧因为它还有这个技术的那个含量那这个当然我们最近都还在测。那到时候我就可以用这个选择描述种种，因为它是属于提跟问，就是说提示你给它一个提示然后呢问它以后呢，它会再给一个答案，你就把它这样喂进去这样，所以这些都会变成是一个提示里面的重点那这个很好玩那第二个 set就是开始显示、解释、移动、继续反应这个显示状态跟字眼这个你们都可以再去看一下，因为我看到他这个原始作者这篇论文的作者，他其实也是也不是抄了，因为这个已经变成一个标准了就是刚刚讲过说那几个学者做整理出来的动词那你如果
乱搞一通的话，这个在学术界人家又认为说你好像不依循人家当初规范的那个机制在进行这样。那第三个就是 guided response， 有复制、追踪、跟踪，因为这个 trace 跟 follow 中文都换成追踪，还有反应，还有这个复制，那甚至这个响应，那甚至观看，这个它当然在原文里面它是这样的定了一些动词出来给你在设计这个东西去看它。那当然后面会在一两张投影片会看看那一个这篇文章它是把这些动词呢融到它的那个因为就是说刚刚讲过说我们要用精熟学习的话，最重要就是要怎么样？精熟学习最重要就是要来看它的精熟度。那精熟度到底有没有达到我们要的，已经 good enough 能够 pass？ 那这个就有一个评量。那待会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篇文章确实还不错，它有给我们一些规范这样。那第四个就是 mechanism， 就是组装啊、校准啊、这个构建啊、这个拆卸啊，那还有甚至展示啊、固定，那个 fasten 跟 fix 都中文都换成一样。grid 你也有研磨的技术啊，这个比如说机械他们要研磨有没有？那 heat 这个加热，像说以前我们做那个 RP 快速成型的那个加热就是一个大问题，加热一个大问题，因为加热的技术不好的话，那个 RP 射出来的那个塑料都是会溶掉或射的不准这样，那甚至这个manipulate 这个操纵，那甚至这个measure 这个怎么去量测混合跟那个草图的建构，你怎么把那整个勾勒出来？这个太多了所以要训练到好的一个学生其实是不容易那我现在最大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去把未来的5年这个把它做出来那包括很多的那个 EMI， 当然 EMI 不一定说全部都是在做这一个相关的那个理论的讲解那学生进到那个现场去的话，很多的那个东西怎么去指引他用英文的方式来带动整个的部分那第5个一样这个 complex over 的这个 response， 那这边就组装、建构、校准、建造、拆卸、展示、固定，那还就跟前面雷同所以他们好像第4个、第5个他们后来把它汇整成同一个这个汇整成同一个所以包括后面的草图，那我那时候以为说它是抄错了所以后来第4个跟第5个很像，后来就查那个原始文献就讲说第4个跟第5个是接近的那种 behavior 所以呢用的那个动词很多都一样，那只是说在撰写那个教案怎么去评估的时候那可能会不一样那待会我们可以看看他怎么去评估这样那达到那个这个形成性评量或者说总结性评量要的一个标准这样那第6个是adaptation 这个比如说这个适应、改良、改变因为 allowed 跟 change 的中文都换成叫改变那 rearrange 这个重新排列或者重组修改或改变这样种种变化。那最后一个是 origination 那比如说你怎么安排、怎么建构、怎么组合、撰写那这个建构这一个创造设计跟启动跟制作跟企划。那 anyway 因为当初我们在设计这一套东西就是给老师们有一个明确的 guideline， 那当然你有兴趣的话就觉得这个对你的课程有一个帮忙，你就按照这几个 keyword 去网络上搜寻一下，甚至你问一下 ChatGPT 有没有他会给你一个更go deep 的这一个 response 回来这样那因为我的责任就是要先带着你们有系统化、有理论化、有教育的那个元素在里头那让各位后面在往下走的时候呢会比较就感觉我们是这个整个在做教育的话是有所本的这样的一个依规这样那接下去他就来了他就接下去就说我要来评估 evaluate of 的这个什么 mastery label 它到底怎么样，所以他就说比如说这边我就会有好几个，比如说 criteria 它就会针对，那我把它摘要出来，因为它那个整个很多，比如说我现在判断 ability to perform 这个 experiment successfully without supervise， 就是说在他做实验的时候他不用老师监督之下的能力那他就会有 poor fail good 跟 excellent 就有这个4个 label， 就在那一篇论文里面老师就会有一个评量表，比如说 poor not able to perform the experiment这个 without assistant 跟这个 supervise， 就是没有这个协助跟这个什么跟老师监督的话呢，
他就没有能力完成，这是 very poor。那 fail 还 OK，第二个 level。那再来好一点的 good 的话，比如说你达到 80% 的这样一个 level， 那 excellent 的话就是说整个完全就没有人这一个 supervise， 没有人的帮忙，他就可以达到他要的这样的一个成效出来，这个做实验的成效出来。那这边呢又另外一个 criteria， 所以他就定出好多 criteria， 因为你那个精熟学习嘛，一定要有一个要求，没有说 ability to revise， 它可以修改 procedure and adapts the experimental tool to meet a problem situation， 就是说今天我要去转一个东西，我要去加工一个东西，我要修改一下我的那个整个那个刀具，或修改这个整个车床的那个角度，有没有？那它也是一样，就是1、2、3、4， 1、2、3、4，就是说你看 poor very poor，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fail to identify the important information in the 这个laboratory， 这个学生就有点这样，有点白目，有没有看出来？他没有办法 identify， 就是没有办法确认这个重要的这个 information 在这整个实验室里头，有没有？所以我们最近就说跟这个化学系的老师也像，就是有些外籍学生来，他那个中文能力就很差，那尤其在做实验的时候很危险，这样常常听不懂老师的那些要求，这个非常伤脑筋所以这种情况我们现在讲是正规的学生就是他在评估他这个 criteria 的时候呢，有 poor、fail、good 跟这个 excellent，那这个当然这个完全是按照那边论文把它抠出来，所以那个老师也是很用功去设计它这整个一套，因为你要整个操作你要有精熟学习嘛，那你要有个精熟度，所以原则上应该到了第 good 跟 excellent 他才会放它过这样。那如果说只有 poor 跟 fail 怎么办？就按照我们前面讲过说，你就必须再做一个补救教学那细节部分都是你们再把我的英文的这个文字再认真看一下这样好，那这个一样，那他就有一个 criteria 说他在他的那一个整个的论文里头，他写出好多东西出来这样比如说他这个要来判断 ability to revise procedure and 什么 adapt the experimental tool to meet a problem， 他现在是一个 problem situation， 那 poor one 是他根本没有信心not confidence 什么 in 这个使用这一个相关的那些工具甚至他要持续需要人家的帮忙，那这样就很伤脑筋，你还要再去解决一个问题的状态，有没有工具要修改去解决一个状态这个非常 poor。那 excellent 的话就是上面最高的一个境界那我就不再逐一的练，比如说先看那个，就最后看 excellent able to utilize这个 experimental这个 apparatus without assistance confidently， 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个就学生就很厉害，非常厉害，没有 understand 这个东西怎么使用的那些原则，那甚至还有能力去用这个实验的这个相关的工具这样other 什么的 normal practice， 所以他就有办法变化，所以这种学生才是最好的学生那当然第三点会最好，所以老师可以决定说要达到4才算精熟呢，还是3跟4就算精熟，这个都是 up to 老师自己去再做一个适度的一个判断这样所以我今天这边就是说举一个这样的例子给你们，那有兴趣就是把那篇文章荡下来从头到尾细看，那为了写这篇这一个单元我也都有机会才要把它细看的这样所以这个那关键因为他没有特别去强调布莱姆的精熟度所以我就把这个poor fail good 跟 excellent 把它拉回是精熟度的控管那你再加上那个布莱姆的那一个这个 mastery label 它没有用，这是名字是我把它加上去的，就用这样老师可以控管说这个学生到底有没有过关，学习的时候有没有过关那是不是要求他再持续的练习这样所以最后呢一样就是说你去设计一个 learning objective about 这个 guided response 那刚刚我只看了好几个那甚至决定你如何去假设你要做这个 guided response 的教学的话，你如何模仿刚刚的那一个去设计一个什么从4个 level 1、2、3、4的一个阶层去评量学生的这个精熟度到底是否达到与否，有没有？这个都是你要老师要花点心思去设计的，因为整个在教学过程里面没有完全标准答案，但是有一个基本策略可以让我们依循那我现在的责任就是带着各位有一个基本的一个 principle 基本的方向那让大家可以知道说怎么去
规范这些相关的这个整个教学设计那让我们这整个不管是你用 EMI 教学，或者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一个这个数位教学这个远距教学，或者是说未来的这一个这个深耕那这些教学指标你要达到的好那 follow 它的指标，那当然还有我在目前这个在极富的这些理论你都把它加进去那更多的这一个教学现场的实验的那一个案例的话，等以后我们有机会那计划在执行以后，那更多的那个案例呢再请更多老师来分享这样所以这是我这一边跟各位一起努力所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些这一个引导方向，那希望对各位有帮忙那有任何问题呢再跟我们的团队联络这样那我们很愿意的跟各位做进一步的合作，进一步的努力这样好，那这个单元就先到这边结束。